今天盛熙阿姨在通道门口一喊，瑞宝就跑回去了。瑞宝真的知道自己叫瑞宝，接着盛熙阿姨又叫辉宝，辉宝也知道姨母是在叫自己，辉宝只是单纯的不听话，还在犹豫，因为爱宝也没回去。辉宝看妈妈没回去，自己也不着急，而盛熙阿姨一直都没放弃，一遍遍喊着辉宝的名字，而爱宝就这样趴在小亭子上看着通道门口，像是在等姨母喊自己的名字。爱宝的小耳朵一动一动的仔细的听着，但就是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。爱宝心想，姨母怎么不喊自己呢？辉宝这里在姨母的呼喊下坚持不住了，妥协了，也跑了回去。辉宝回去后，姨母开始喊爱宝了，不过此时爱宝有小情绪了，因为姨母第一个不是喊的自己，爱宝也不要姨母一喊自己就回去。爱宝就这样趴在小亭子上，爱宝需要小零食的弥补，没有小零食的弥补，爱宝的小脾气是不会消的。甚至最后隔壁的乐宝都回去了，爱宝还没有要回去的意思。爱宝今天跟姨母较上劲了，没小苹果自己就是不回去。到看到宋爷爷和江爷爷收熊的样子，我才明白瑞宝和辉宝更听江爷爷的话。宋爷爷收熊都爬上树了，辉宝都不愿意让爷爷抱下去，而江爷爷来了，辉宝不仅跟爷爷卖萌撒娇要胡萝卜吃，而且任凭爷爷怎么抚摸都不抗拒，甚至看到爷爷离开，自己就主动从树上下来好去追爷爷。可以说辉宝丝毫不给宋爷爷面子呀。宋爷爷真是个可怜的小老头。今天是盛熙阿姨和江爷爷一起来收熊，盛熙阿姨给瑞宝递了一块胡萝卜，瑞宝这模样怎么感觉瑞宝越来越像人类了，感觉宝家这优良基因继续繁育下去，大熊猫离直立行走都不远了。江爷爷拿着手机给姐妹俩记录着此时这可爱的模样，看来江爷爷说的暂停节目应该是不再更新有关福宝的视频了，但是周一瑞宝和辉宝的节目还会继续进行，不过这也要等周一才能确定，希望周一爷爷会继续更新动态。瑞宝现在牙还没长齐，就算嘴巴张得再大，胡萝卜也只能受个皮外伤，瑞宝啃着啃着就累了，放弃了，打算休息一会儿。姐妹俩在室内园区自己玩耍，爱宝则独自在室外园区享受春日里的自由，而乐宝这里也好久没见到自己的小娇妻了，看到小娇妻后隔空跟小娇妻示爱，但爱宝根本不想搭理乐宝，甚至看到乐宝就来气，因为爱宝发现有了孩子后才明白自由的可贵，现在终于摆脱了带娃的负担，根本不想再体验带娃的感觉，让乐宝自己忍着吧。等到了下班点，将爷爷拿来奶盆给姐妹俩喂奶，辉宝很给面的从树上下来，乖乖来到爷爷身边吃奶。宋爷爷看到这画面又得碎了，因为辉宝让宋爷爷感觉到不被爱了。等宋爷爷再看到江爷爷和辉宝这宠溺的样子时，心里得难受坏了。宋小辉要改姓江了，本来跟爱宝说好的一人一只熊，谁也不会吃醋，但这下辉宝不跟自己玩了，宋爷爷的醋意更大了。这晚上宋爷爷肯定要去跟爱宝告状了，表示辉宝不跟自己玩，只跟江爷爷玩。今天轮到盛熙阿姨上班了，福宝回室内休息时，盛熙阿姨自己扛着新的竹子来到福宝园区，为福宝添置竹子以及放置福宝的小零食。盛熙阿姨先将福宝吃剩的竹子全部扫到了地下，然后再统一进行清理收拾。卖相好的竹子一会儿还要给大象一家送去。一会儿盛熙阿姨收拾完竹子后，福宝从房间出来，来到园区，老样子先在小亭子后面看一眼今天吃什么，然后再转身来到小亭子上。福宝先是从窝头和胡萝卜中选择了胡萝卜，福宝坐在小亭子上惬意地吃着胡萝卜。这时突然一声巨响，给福宝吓得手里的胡萝卜都快掉了。吃完胡萝卜后，福宝紧接着吃起了身边的窝头，一共3块，福宝直接一口一块，快乐又满足。而此时乐宝这里正在给自己挠痒，爷爷解释道，乐宝这是在为回家打扮自己，为下班做准备。梳理完自己后，乐宝便从小亭子上下来，走回了家。而此时福宝正在自己的秋千上玩耍，爷爷表示自己新为福宝栽种了许多南天竹的竹苗，爷爷问福宝能不能放过他们，植物想在福宝园区存活全看运气。爷爷对着福宝发出微弱的呐喊，福宝听见后低头思考着，考虑要不要答应爷爷。一会儿爷爷看到福宝好像点头了，可是第二天便有一棵南天竹遭受到了福宝的迫害，爷爷一会儿又要躲起来偷偷哭泣了。姨姨们说上班哪有不疯的，何况福宝还没有假期。最后江爷爷还分享到，现在熊猫宝宝们已经不用奶瓶喝奶了，改用碗喝奶了。虽然用碗喝奶熊猫宝宝们还没有习惯，爷爷表示饲养员们会一点一点和熊猫宝宝进行磨合的。宋爷爷正在为2只熊猫宝宝制作早餐，虽然2只熊猫宝宝现在都在爱宝身边了，但是爱宝的奶水是有限的，所以宋爷爷只能额外准备奶粉。
因为宋爷爷需要抱着熊猫宝宝喂食，所以宋爷爷先给自己消了消毒。此时的辉宝和瑞宝正在玩耍打闹，宋爷爷拿着奶瓶坐在其旁边，爷爷先是给辉宝抱了过来，给辉宝擦擦嘴，然后便开始喂辉宝进食。看辉宝这大口大口进食的样子，刚才肯定是在妈妈身边没吃饱。而瑞宝则表示妹妹吃快点，自己也饿了。瑞宝痴痴望着辉宝，辉宝表示姐姐别着急，自己已经在努力了。辉宝吃完，爷爷给辉宝擦了擦嘴，然后给其拍了拍背，帮助辉宝打嗝。瑞宝表示不用拍妹妹了，妹妹现在已经会自己打嗝了。爷爷快看看我还饿着呢。爷爷忙碌完辉宝，终于轮到瑞宝了。爷爷将压在瑞宝身上的辉宝抬开，然后开始给瑞宝喂食。同样的，爷爷先是给瑞宝擦了擦嘴，然后开始给瑞宝喂食。瑞宝吃饭显然没有辉宝吃饭安静，瑞宝的小手动来动去，吃快了和吃慢了，瑞宝都有明显的反应。瑞宝每次都需要分2次进食，而辉宝这时在一旁不安分了，像是要抢姐姐的奶喝。在辉宝的不断骚扰下，爷爷最后也算是顺利完成喂食。爷爷给瑞宝拍了拍背，姐妹俩的干饭时间便结束了。然后爷爷开始为熊猫宝宝打扫房间，而姐妹俩在房间四处走动着。辉宝的步伐比瑞宝稳健很多，瑞宝走路则还是会经常摔跟头。而且辉宝虽然作为妹妹，但是受欺负的总是姐姐瑞宝。这不，辉宝给姐姐压在身下，又给姐姐教训了一顿。而爱宝现在在吃饭时间选择自动屏蔽熊猫宝宝的动静，不然爱宝吃饭都吃不消停。房间打扫完，爷爷开始为熊猫宝宝测量体重，先是给辉宝进行测量。辉宝在盒子里很是不安分，而瑞宝则是一脸蒙圈的状态下完成的。乐宝想去室外玩耍，但奶爸们没有给乐宝开门，这让乐宝很是生气。乐宝为了表示自己的不满，不仅在门口的冰床上撒了一泡尿，还生气的倒蹬在门口，试图用自己强有力的四肢给奶爸把门蹬开，亦或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。乐宝为了等奶爸开门，在园区转了一圈又一圈。因为春天的原因，此时乐宝情绪比较不稳定，会在园区四处做标记。乐宝看到奶爸没开门，于是来到了小亭子上休息了一番，但乐宝体内的躁动使他根本安静不了几分钟。乐宝在通道门口处不断往返，来回查看，反复确认奶爸有没有给自己把通道门打开，反复确认未果。乐宝又在自己的自动马桶上铲了几颗青团，等依依第2次排队回来时，乐宝才变安稳。乐宝吃上竹子后安静了许多，看来对于乐宝而言，也是唯有美食和爱不可辜负。而此时隔壁园区，辉宝正在攀爬福宝姐姐的小树。辉宝现在的平衡能力越来越强了，辉宝给小树的独木桥当成了滑滑梯。而瑞宝此时正在南天宝前啃竹子，瑞宝一会儿啃竹子，一会儿玩南天宝，样子也很是可爱。而爱宝则正在吃窝头，时不时会望向姐妹俩，看看姐妹俩有没有在做出格的事情，时刻紧盯姐妹俩的安全。总之，此时宝家的每个成员都在忙碌着。